为什么尼采认为中国文化盛产默人？为什么今天马斯克的 SpaceX 是如此的富于探索精神？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不会发生在中国文化下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做人的理想终极人这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外籍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做人的理想终极人。尼采认为，现阶段的人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人是必须被超越的东西。因此，他提出了超人类的构想，并且认为阻碍超人类出现的最大敌人就是终极人，也就是默人。所谓终极人，就是他们认为目前的做人方式就是最佳状态，也就是满足于目前的状态，不求进步。尼采虽然是无神论者，他的文化背景却是新教文化的，因此在他身上仍然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在发挥作用，那就是把人在世俗中的存在当作是一种被原理所局限的状态，认为人必须超越世俗，趋向无限才能得救，而且将这种超越视为一种不应被他人所负累的个人旅程，否则的话，人就仍然处在世俗中，丝毫无个人得救可言。这种排斥平庸的和愚昧的思想，在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易卜生的文艺作品中也反映出来。在《人民公敌》等剧作中，易卜生提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这样一个光辉的命题。的确，没有超越意象的中国文化，在本质上是一个默人的文化。关于默人的背景知识，大家可以去搜尼采的超人哲学。话说回来，中国文化中的默人意象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人，而不考虑他是不是一个完整性的个人。中国文化不欣赏一个人有个性，只欣赏他不脱离群众，不掉队，跟大家一样。因此，中国人是一个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，他们以不好出头为一种美德，并且造成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的乌龟哲学。对于敢出头的人，社会上也确实弥漫着杀机。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容许弱者消灭强者的反淘汰文化，它鼓励庸俗大众用产品主义的方式，将少数凭自立盛开的花朵尽情地加以摧残。它将嫉妒的普遍化当作是一种美德，将庸俗大众对出类拔萃者的告密、造谣、诽谤等等恶行常规化，并且认为那些自己发展不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自然，他也让那些冒充14亿人的代表之人得逞。中国文化又是一个虚其心实其腹，为腹不为目的文化。他在给予一个人身体化的照顾以后，就将他的灵魂抽掉，要求他跟大家一样。中国文化又是一个将人儿童化的文化，他要求人人都听话，不要让自我萌芽，永恒地保持受到照顾的状态。既然永远也不脱离母胎，自然也没有个性开展可言。中国人既然受到了别人的照顾，就可以向对方交心，因此在受到家长式专制主义的教养之后，就可以放弃一切人的权利。这种为了一杯肉羹而出卖人权的做法，是不折不扣的没有拯救的行为。中国文化将个体当作贼一般去防范，认为必须将它纳入人伦中，才能将它定义为人。这种将人淹死在世俗关系中的做法，使个体倾向于过度强调安身，排除了他做自我扩张的各种可能性，自然也缺乏冒险患难的精神。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中国人乘热气球横渡台湾海峡，乘木筏飘过太平洋，以创造新的纪录，或者去非洲狩猎，到南极探险。中国的《孝经》说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孔子也说过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都可以说明中国人对安身与安心的过分强调。自然，为了父母的说法可以是说辞之一，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不要脱离群众的照顾，也可以像道家所主张的那样，只为了自己的保身与养生。像美国富豪洛克菲勒之子到新几内亚搞人类学研究，结果失踪，盛传可能被食人族所吃掉一类的事情，对中国人来说也的确说得上是匪夷所思。确实，西方人并不如中国人那般爱惜自己的皮毛，他们向往的是个体的精神扩张，有不断追求新的记录、新的境界的倾向。因此，西方人能够征服海洋，
开创全球化的局面，在抵达了新大陆之后，又不断地向西部拓展。这种永远地在寻找新疆界的精神，使他们在地球空间趋于饱和之后，就向无限的太空去探索。西方人不止在空间观念上如此，而且在时间观念上也有趋向无限的倾向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他们首次地将发展与成长等观念注入经济与社会结构中。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现，实在不是偶然。此外，还出现不断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人道主义、福利主义、劳工运动、妇女运动、人权运动、和平运动、保卫环境运动等等等等。在今日，经济成长的观念已经被想在现代世局中生存的其他民族所接受。至于不断改造社会的理想，则仍然没有获得普遍的接纳。中国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，也顶多完成了建国任务。在大家皆有所养之后，对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就发生了抗拒作用。今日中国的4个现代化，就只是包含经济成长的观念，而不包括社会改革的观念，也就是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佳的终极状态，无需再做改动。目前除了发展经济、开拓太空、不断地改造社会之外，在西方还涌现了一个人类潜能运动。这个运动的基本前提是，现阶段的人类心灵状态并不是终极状态，日常意识的层次也只不过是一种有局限的层次，因此就有改变意识状态、发掘人类潜能的必要。于是他们对人做出种种实验，用化学药品再加上电子仪器，去配合东方人的禅宗、瑜伽术，将人的意识状态改变，看是否能够将人脑中未被开发利用的潜能，以及其他从未被利用过的心灵资源发掘出来。这的确是一种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。自然，任何发展、成长、超越都是一种不平衡状态，也是一个极度不安的状态，并且往往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。德国的浮士德传说也描写了一个孤独的英雄，在穷尽毕生之力获得了宇宙间的奥秘知识之后，还要重获青春，执掌世间的权利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不惜将灵魂典当给魔鬼做交易。对必须在社群这个舞台中安身与安心的中国人来说，上述的超越自我的意象是一种连想象力都很难达到的领域。因此，中国人做人的一套道理就是一种默人的状态，而整个文化结构的意象也势必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形态。鲁迅曾经责备中国人不长进，确实是不会增长也不会进取的意思。以上是这一次分享的内容，加一小段我自己的感想。曾经偶然在旧书店看到尼采的书，看了之后就很痴迷尼采的思想。中学时代把能找到的尼采的书都找来读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界。因为读尼采的书和读中国作者的书完全不一样。中国的思想看完后觉得胸闷，整个人是下沉的感觉，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枯木，让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老头。而读尼采的书看完后让人心潮澎湃，感觉自己是少年，感觉充满了力量，很有冲劲儿的那种感觉。这一期的分享暂时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反省与批判官能的麻木这个专题。